1時間後に立川部長の宴会が菊門ホテルにて行われる。君たちはまず酒を飲み、宴会の流れを把握し、また仕事についての話をしておけ。必ず立川には明日まで何も言うなと言っておけ。石原君、君に紹介します。こちらは第五特攻組組長の鈴木康夫大尉です。彼は今日の夜特別行動に参加します。君はなぜ中国軍隊の服を着ている？今日の夜、私の身分は米大の東北軍です。命令に従い南万戦を爆破します。その通りだ、鈴木。必ずこの役を見事に演じ切ってくれ。はい。进来，铁星，有什么情况？局长，北大营附近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日本守备二队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可是我被人侦查了，他们的营地是空的。空的？人呢？去哪儿了？我派人在方圆5公里搜索，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是不是日本人在搞什么军演啊？这种调动是很正常的事儿，用不着大惊小怪吧？为什么偏偏是驻扎在北大营附近的守备二队呢？正常的调动不应该这么偷偷摸摸吧？听说东京来了一个少将，是专门来制止关东军闹事儿的，现在正在和关东军的高级将领在军营饭店喝酒呢。我们用不着这么神经过敏吧？哥，进来。局长，刚刚得到线报，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在柳条湖附近的铁路沿线活动。柳条湖。柳条湖附近就是柳条阁铁路，距离北大营不到1公里。局长，日本人会不会是在制造第2次皇姑的事情？我派人过去看看。好。どうだ、立川部長とはどんな話をしたんだ？立川部長は今日はおかしい。彼の死をよく知っている。2杯だけ飲んだのに酔ってしまわれてホテルにお戻りになられてしまった。部長はとても気の利く方だ。きっと演技されてるんだろう。我々がどうこう言う必要はない。リューテアフを爆破し世間を仰天させる。それで新たな歴史の幕開けだ。このページの歴史は我々が書き直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の時天皇陛下をいらっしゃっても事実は変わらないことを受け止めなくてはならない。警戒に当たれ。米大院の方向に注意しろ。他の者は爆薬を背の上に仕掛けろ。早くしろ。報告します。誰かこっちに来ています。あまり時間はない。どんな事態が発生しようと必ず帝国には爆破しろ。聞こえたか？はいはい。かかれ。营长，没发现可疑的人。沿铁路两侧继续搜索。是。
终于开炮了。知道，赶快回趟这儿吧。马上山接到公安局，快去！快！干！没子弹有命，拿命给他们拼！我们三从前面过他们的枪，好，跟我走！好！日本人终于动手了。局长，北大营不可能就这么容易被攻下吧？洪江天，到。我命令你带上你的队伍到城西布防，绝对不能让日本人进城。是。你们两个带上你们部队，把守政府机关、兵工厂、机场、电台这些地方，绝对不能出问题。你们平常不是说要打日本吗？现在你们的机会到了，执行命令。是。両手風鉄は爆破しました。北大はすでに開戦しました。すべて順調に計画通り進んでいます。北大への駐屯軍はどうだ？反撃をしてきたか？我々の大砲は奴らを震わせ上げました。いいだろう。この2つの電報を20分ごとに三宅参謀長と南次郎陸軍大臣に送れ。第205号18日夜、中国軍隊は本店北大営の西側で満州鉄道を破壊、我々の守備兵を襲撃して増援の守備隊と衝突しました。第208号、北大院の中国軍隊は満州鉄道を爆破して駐屯地に逃げました。我々風刺隊中隊は500〜600人の敵軍と交戦していて、敵軍の片隅を占領しましたが、敵軍は機関銃と弩砲を増援しているので、我々死傷者が出ましたが、血みどろになって戦っています。この2つの電報があれば、ようやく正式に出兵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别着急，有车没？这全让日本人给炸了！快开车！小日本，操你姥姥！
叔叔，我出去一趟。珊珊，这么晚了，你出去干啥呀？你没听到外面有炮声吗？就因为外边有炮声，你更不能出去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日本人真的开火了？日本人正在炮轰北大营呢。不行，我去找霍晨曦。叔叔，放开我！珊珊，私よ。大砲の音が聞こえたわ。空気まで震えてるみたい。一体何が起こったの？中国軍隊は南満州の鉄道を襲撃した。我が軍は自衛のために反撃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現在戦闘の進行中だ。今新庄の城の中は混乱している。君は家にいればいい。どこにも行くな。そんな。中日戦争はとうとう始まったのね。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喂，给我接公安局。什么？限流障碍？报告长官，日军的装甲车已经开进来了，后边还有大量的步兵。他们来了多少人？大概有1个营的兵力。敌众我寡，命令部队马上撤回城里边去。哎呦，这为啥这意思？弟兄们，日本人来势汹汹，就连北大营的东北军都给打败了。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公安部队，手里只有手枪和步枪，连个手雷都没有，怎么去能和日本的重装甲、强大的火力对抗呢？如果要是硬拼，那就是以卵击石。长官，咱不能走啊！咱都是沈阳人，家里还有妻儿老小，他们就住这儿。如果咱们连一枪一弹都不打的话，就让日本人进城，那咱们还有啥脸面去见家乡的父老乡亲呢？咱们真的不能走啊！对，不能走，不能走啊，不能走！对，坚决不做亡国奴。弟兄们，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可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啊，不能做白白送死的傻事儿。你们愿意跟我走的，就马上撤，我会保证大家的安全。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我也不拦着。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日本人，大家好自为之吧。长官，长官，长官都走了，咱们也走吧。走。大家跟我来。往这儿，往上摆。快点，往里边。对，这个。
向天跑到哪儿去了？什么？找不到了？这个混蛋，我毙了他！小西门失守，不是你们的错，你们已经尽力了，你们是好样的，好好干。那边情况怎么样？日本人炸了柳条河铁路，他们诬陷是东北军干的，炮轰北大营，北大营现在已经被他们占领了。日本人一冲进来，就用机枪扫，用子弹挑，我们死了好几百个兄弟。可是我们的上方还下令不许我们抵抗，这不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兄弟们，杀出了一条血路，现在有2个团已经从东面突围了，现在只剩下王铁汉的团还在和日本人较量。孬种！6万多的东北军输给了1万多的关东军，把沈阳让给了日本人，这是中国军人的奇耻大辱。志清，到，日本人已经进城了，你通知所有的公安部队进入战争状态，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放弃。是。黄局长，从我上次见到你，就觉得你是条汉子。如果中国人都像你一样，小日本就不敢这么猖狂。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兵，你收下我吧。好兄弟，我收下你，咱们一起跟他们干。是。大哥，珊珊呢？照相馆里落了一枚炸弹，我爹给炸死了。珊珊没有找到，我们要完成任务。别说了，拿上装备，跟我上战场。行。我が軍はすでに北大英の内陸に入り込んだ。我々の部隊はシェンヤンに進んでいるところです。保安支援論の公安部隊の狙撃を受けました。こんな小さな公安部隊に邪魔されるなんて消滅してやれ。報告します。先ほど国民政府の機密電報を受信しました。南京政府から東北軍へのものです。読めん。信陽での我が軍の行動は地方事件として扱い、衝突を避け事態の悪化を防ぐため、日本との交渉は中央政府に従うとのこと。ジャンジェシーの我々へのこの態度、詳細はすでにこちらにあります。電報は2通あり、1通は関東軍八百屋第2師団のもので、応援の命を受けフォンテン城南に到着、城内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のこと。もう1通は朝鮮の日本軍司令部林シェン大将のもので、本店での戦闘の知らせを受け、兵を集めて中朝国境を越え信陽への出立用意を整えているとのことです。报告，防御工事布置完毕。归队。是。李局长。霍长官，你来安排吧。好，下面我来布置任务。李局长带领弟兄们负责第3道防线，是。我和李浩负责第2道防线，孙涛带着弟兄们负责第1道防线，是。王忠义带着弟兄们在制高点负责狙击敌人，是。我们的武器装备有限，不能盲目开枪，一定要等他们进入到我们的伏击点30米处，听我的命令，打亮所有的探照灯。强光照射下，敌人会瞬间失明，那个时候要抓紧时机，打掉他们的重型武器、重机枪、轻机枪、迫击炮，还有他们的子弹头，而且要迅速地打扫战场，缴获所有的重型武器，为迎接敌人的第2波进攻做好准备。这不是打仗，这是找死！咱们公安部队怎么能跟正规军队打仗呢？闭嘴！弟兄们，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敌我悬殊很大，不打，很快沈阳城就会插上日本人的国旗，我们的父老乡亲会被他们凌辱，打，一定会有伤亡，一定会有流血牺牲，甚至全军覆没。我想和你们大家一起誓死保卫沈阳，即便战死，我们的子孙后代会记住我们。侵略者终会知道，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可侵犯。现在我命令大家，
不想打的，立刻退出，回家照顾父母；想打的留下，听不到命令，不能退后半步。你们大家自己选择。好，打起精神来，打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各就各位，第一分队跑步走，第二分队向后转，跑步前进。第三分队跟我走。快打！剩下的兄弟跟我走。营长，来了。70米。60米。40米，30米，来了。开灯！打！夺武器！报告，缴获1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20支步枪。轻机枪送到聚集点，重机枪搬过来。是。特地。高的。好。上弹。稳当。关灯！
我们留下来的兄弟都和敌人拼到最后一口气，我们没得拦住小鬼子。日本人已经闯进沈阳城了。弟兄们，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沈阳城，咱们不能干以卵击石的傻事儿。既然大家跟了我，我一定对你们负责到底。现在，你们都留下一个联系方式，然后脱掉这身制服，暂时到天豹黄海家躲一躲。等局势稳定了，我再通知你们。那个时候你们再归队，咱们还在一起干，怎么样？好，好，好，好。早く来た。はい。はい、こっち来い。早く。我陈行，你没事吧？没事儿。来。皆さん、今日は臨陣です。北大英はすでに我が軍が全て占領しました。飛行機は20機、坦克は25、それからいくつかの重機砲弾薬を現在集めているところです。我が軍の隊員が手配しております。もうすぐです。立川部長は今どこですか？酔いが覚めましたか？朝立川将軍に会ってきたんだがな、私に中国軍隊のむやみな行動は許さないと言ってたよ。いい知らせだ。見ろ、9月18日我が軍は先制攻撃で本店スーピン、栄光、ファンファンチュン、アンドンなどの南蛮鉄道、暗号の鉄道線など12時間以内にかつて誰も成し遂げたことのない戦果を我々は収めた。天下万歳！天下万歳！大日本天下万歳！我没完成任务，不能怪你们。国民政府下令不抵抗，你们已经尽力了。局长，日本人占领了这儿的商业区和行政区，先头部队离这儿不远了，你快撤吧。撤。往哪儿撤？强盗进了门，国将不国，假意孤寂。陈强，记得刚进警局的时候，我跟你怎么说的？什么是中国军人？中国军人身上流干血，擦干净了，继续上战场。记住，真正的中国人，只有断头之势，没有屈膝之辈。永远记住9月18号这个充满耻辱的日子。早晚有一天，我们要洗刷这个耻辱，把我们的家园从日本人手里给夺回来。陈先会记住你的话。洗刷耻辱，夺回家园，是。
西夏耻辱，夺回家园。918事变后的141天，日军占领哈尔滨，自此东北3省全部沦陷。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长期战争，也正是从918开始拉开了序幕。一支番号为“火流星”的游击武装力量，频繁在沈阳一带活动。夜晚，他们像幽灵出现在侵略者面前；白天，他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营长，这个当官的就是小队长古川，他们刚从玉家村调放回大热镇，我们打不打？打。好，大家注意隐蔽，准备战斗。来一颗！营长，他们进入雷区了。天响，大家给我狠狠打狗日的！开路！把谁去啊！肖队长，对面的山头上有牌子，是不是对着沟里的古川小队？我说最近这山谷里怎么总是不太对？白军炮，都给我站住！狄大人，开始突击。是。好。袭击日本军古川小队。报告，前面老树林子里有人袭击日本军古川小队。
怪不得这枪炮声响得这么激烈，原来又是这伙流寇。查清楚他们是谁了吗？是火流星他们。真是山不转水转啊！我居然跟到这儿了。好啊，我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向肖连密传达我的命令，要将这伙流寇全力围歼，一个不剩。是。龙子，我很欣赏你的个人魅力。红袖军能有今天，你功不可没。谢谢小松总指挥的夸奖。靖安游击队组建至今，你提出的机动、快速、果断、勇猛的作战风格，使这支队伍屡战屡胜，我也从中受益匪浅啊。我作为帝国军人，就喜欢直来直去。本来我不喜欢中国人，可是你却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人。你居然能把2万多支枪、100万发子弹，无偿的献给大日本帝国，还把你的部下带到了我的部队，这说明你对我们的真诚和慷慨。我希望和你合作。大浪淘沙，胜者为王。在这个世界里，从来都是强者的天下。我看好了大日本帝国的前途，所以坦诚相见。还希望小松总指挥不吝赐教，你我精诚合作，共图大局。好。营长，你们先撤，我殿后。中义、孙大，你们俩去前面把地雷布上，拖延他们时间。是。你们俩跟我撤。营长，我看见肖连璧了。肖连璧，我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个秃崽子带着红袖军打我们的伏击。真是冤家路窄。哎，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肖连璧既然出现了，他后面应该还有人。龙翔天。知青，咱们的减员太严重了，今天战斗阵亡9人，重伤6人，轻伤13人，现在能战斗的只有45人，怎么办呢？咱们总不能在林子里转悠，对日本人不能造成威胁，反倒成了红袖军的追剿目标。咱们干脆把队伍拉到热河去，加入国军的正规部队，跟日本鬼子面对面的干。国军要是抗日的话，咱东北3省也不至于被让小日本占领。北戴营的教训你别忘了，我可不想当这帮王八蛋的炮灰。无论是去哪儿，投奔谁，只要能抗日就行。我觉得也不能拖下去了，不光队伍会脱散，人心也会脱散的。珊珊，以后的战斗越来越残酷了。你一个女孩子家，自从9·18事变以后的100多天，我就没把自己当女孩子。现在我是一名抗日战士。从此以后，你们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自从锦州被打散以后，黄显龙局长就去了北平。营长，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投奔他。黄显龙是生是死我不知道。我们抗日联队连个正规番号都没有，中央政府又不支持，这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啊？咱们还可以去投奔个人。谁？马长风。马长风这个人可靠吗？东北沦陷以后，只有他带着部队一直在坚持抗日。听说日本人把马长风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他们集中了大量的兵力来围剿龙城。他现在的日子比咱们好不了多少，所以咱们才必须跟他拧成一股绳。忠义、耗子，下山想办法找辆车。是。你说蒋介石这个老小子是不是太欺负人了啊？
这四面都让小鬼子围了，就让老马一个人守在这古城，让我在这死扛，这不是欺负傻小子吗？他就不怕逼良为娼？奶奶个孙子！司令，路桥一战，我军损失近1半的兵力。虽然有广大爱国同胞的支持和捐助，但得不到国民政府一枪一炮、一兵一卒的支援，实在难以为继。现在日寇第1师团继续调动步兵、骑兵、野炮兵等主力部队向龙城步步逼近。我军呢，又属于前后夹击、孤立无援这样一个境地，不能进行有效突围，又很难坚守下去。再这样拖下去啊，咱们危险啊！难道我不知道危险了？老子从打路桥大战那天就把脑袋系裤腰带上了。他小鬼子以为占了沈阳就可以拿下东三省，做他娘的春秋大梦。老子就是块石头，我也得硌他2个牙。报告，进来。日本关东军板垣征四郎还有东北军阁老张景惠前来求见。知道了，出去吧。是。司令，这2个狗日的来了，我把他们轰出去。等等，景阳，板垣征四郎是918的元凶，这个张景惠是他妈狗日的日本人的干儿子。我倒想听听这俩屎壳郎能喷出什么粪来，给我带来。是。2位是不请自到，老马很佩服你们的胆量。不过，你们要是从我这儿得不到你们想要的东西，是不是就白来一趟？啊？马司令，马司令，間違えました。所言差矣。シナ人の中国人有句古い常说的老话，叫做“情勢に明るい人は英识时雄という。务者为俊傑”。马司令官の言我看葉を马司令ほんの少しも快聞き言快语逃しません。明察秋毫，それに不会连龙城现在的局面都看不清楚吧？现在目の前に也是前有強强敌紧敵が迫って逼，きたら必死で守り后抜く。无险要扼守，危険がなくても内缺守る。兵源武器，内側外无は兵力に援兵救急。外に请问援護兵の你拿什么固守龙城？又有什么理由何をもって去跟ロンチャを我们談判固く守るつもりですか？我々は交渉。没有哪个必死的病薬を飲むことを会拒绝救命的药。まさか马司令，副療薬を試さない难とは道你不想尝尝言いませんよね？我这副良药吗？有备而来啊！啊，说话一套一套的。那我也告诉你，中国还有句老话，叫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知道啥意思吗？就是老子不怕死，甭拿死吓唬我。老马闯荡半生，东山擒虎，西山打狼，像你们这种山猫子，老子见多了。你板垣征四郎不就是搞了个918，在自己的肩章上加了颗星吗？光荣吗？我告诉你，今儿遇到老马了，你就算白来了。留着你的良药去治治你们日本人的妄想症。中国人不信什么狗屁良药，这儿的人宁可站着死，绝不会跪着生。老马，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是这个暴躁脾气啊？你为什么不听板垣先生把话说完呢？老马，板垣先生这次可是带着一片诚意来找你的。只要你能跟关东军合作，你的部队可以保留啊，日军还会提供你武器和给养，你的防区也可以扩大呀，老马。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日本政府现在正在跟东北各界接触和协商，想要成立一个咱们东北人自己的国家。板垣先生邀请你出任这个国家的政府要员，你何必自视清高，放弃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老马？张景惠，你个数典忘祖的败类，王八犊子，瘪犊子！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跟我说话？你比他还可恨，你知道吗？过世的大帅和现在的少帅对你都不薄呢，你呢？见利忘义，跟着日本人晃尾巴！你个王八蛋，赶紧滚蛋！
带你的日本主子，要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信吗？滚！马长风，马长风，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走好！王八蛋！营长，这老乡们知道我们是打鬼子的火流星，特意送来了药材跟粮食，这都是他们临时先凑上来的。现在给他们拿回去。我们就是再苦，也不会让你们饿着肚子去打日本鬼子。我们早就听说有火流星是日本鬼子的克星，今天总算看到了，我们有盼头了。乡亲们让我带句话，把这些伤员放到俺们村上，你们就放心吧，有我们在，不会让他们受一点委屈的。这些你们收下吧，啊，收下吧。营长，给目标。2辆日本人的军车，头1辆是货车，第2辆是押运车，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哎，你们这边有水吗？那边。啊。2辆军车上装的全是军火。好，就当是送给马长风的见面礼。司令，护省部队的武器弹药已经不多了，补给严重不足。再这样下去的话，鬼子攻城，咱们很难坚守下去啊。这样，你带几个兄弟出城，摸清日本军火库的位置。司令，我明白。别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去吧。是。一会儿到了日本人的关卡，咱们是硬碰吗？咱们是给他们送货的，他们不欢迎咱们。可是我们几个都不会日语啊。一会儿见机行事，我一动，大家一起动。好。下车。君たち、診察しろ。先に食べなさい。食べ終わったら車に取りに行きなさい。え？ここから町までどのくらいありますか？後ろの道は街中に直通する。この道路をしっかり守ればマーチャンフォンは逃げられません。
お嬢さん降りてもいいですよ。彼女は誰？あ？彼女はチョムクジュンです。奥卡拉比纳さん、タバコタバコ。いいねいいね、いっぱい乗ってくれよ、来て。よしよしよし、乗ってくれ。过了这道封锁，前面就到马长风的驻地了。搬开！放开！营长，马长风被围了那么长时间，这2车军火要是送到他的手里边，对他来说，那是雪中送炭。快到了。我们车上拉的都是军火，我们是龙城马长风司令的侦察兵。你们是什么人？怎么开着日本人的车，穿着日本人的军服？你们龙城都被日本人包围了，没有这身皮，怎么通过日本人的关卡？你们可看好了，我们可都是中国人。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我们是抗日火流星分队，现在刚刚缴获了2车军火，是送给马司令做见面礼的。你说你是火流星？对，火流星是我们的番号。我们当年在鲁南一带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惩奸除恶，后来遭到了日本人的暗算，被迫去到沈阳，投奔了黄显龙。9·18事变以后，我们在黄显龙的领导下，重新打起了火流星的大旗，在沈阳一带坚持抗战。如今，我们受到了日本鬼子和汉奸队伍的围追堵截，实在难以为继。马司令，希望你能留下我们，继续抗击日寇，为祖国、为民族而战。黄显龙是好样的，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9·18事变当中，率领公安部队打响抗日的第一枪，老马佩服他。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你们要是黄显龙的部下，我想肯定错不了。你刚才说，你们伸张正义、铲奸除恶，那是老马当年干的营生。我看见你小子，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了。好，留下吧。既然来投奔我，就是看得起我老马，咱们一块儿打鬼子。谢谢马司令。哎，你小子可不能穿着这身黄皮给我行军礼，把帽子给我摘了。司令，好。司令，我刚刚带人验过了，他们带来2卡车军火，
都是我们急需的枪械弹药，可是解决大问题了。好，好，好。哎，这个兄弟你叫霍晨星。霍晨星。好啊，兄弟，你这是雪中送炭啊！是啊。金阳，哎，吩咐伙房，给这帮兄弟炖2大锅猪肉炖粉条子，犒劳犒劳。啊，另外，把我那2瓶榆树大须拿出来整肉。好嘞，去吧。喂，是我。接过来吧。怎么又是你啊？啊？我不是已经表明自己的态度了吗？还有什么要说的？老马，你的态度我很清楚，可是我的态度你并不清楚。现在我就向你表明我的态度，希望你能拿出点耐心来。我有耐心，想说什么就说。现在的局势我不再多说了，你们困守一座孤城，突围是不可能的，长期维持下来也不现实。如果你不按照我给你指的台阶走下来，你会死得很惨。我说，你能不能去告诉那些日本人，让他们换个花样啊？你的嘴还这么硬啊，老马！你听着，今天是日本人给你下的最后一次通牒。如果明天这个时候你还在顽抗，将会有30架大日本空军的飞机出现在龙城的上空。那么龙城就会在地图上消失的。当兵的不怕死，难道你想让龙城的几10万老百姓给你们陪葬是不是？告诉板垣，他个王八犊子，他敢威胁老子啊！老马，骂街有什么用啊？南京政府根本没人顾及你的困境。你给南京发了紧急电报，我们也都看见了。南京政府有人理你吗？你这样舍生忘死的有什么作用啊，老马？我给你提过的条件，你可以再好好的考虑一下。千万不要为了逞一时英雄，导致龙城的百姓生灵涂炭。到了那个时候，你马长风可真的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喂，老马，老马。衣服还挺新的，哎呀，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李团长，这位是林团长，这位是新来的霍晨星，司令新任命的军需官。2位好。他呀，刚刚给我们送来2车日本人的军火。行啊，有了军火，咱又可以和日本人再干上一阵子。是啊，开会时间到了，走吧。好，走。李二愣子，你小子18岁就跟着我了，那个时候我还是边防骑兵师的师长。小林子，你跟我那年是民国14年，我正在新民流河口打锅鬼子。我看你小子是个人才，就让你当了我的作战参谋。坐。王景阳，老兄弟了。你跟我的时候，我投靠吴俊升当营长，算来10几年了。你们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你们说句心里话，老马这些年打锅鬼子、搅胡子，今天打小日本，我当过孬种没有？没有。今天老马遇到难题了，想让兄弟们帮我拿个主意。司令有什么难题，我们大家帮你一起扛。司令有难处，就是我们的难处。司令你说吧，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好，那我就说一说日本关东军板垣征四郎的最后通牒。如果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还不投降，日本的30架飞机就要把龙城夷为平地。
军人上战场，早就把这个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小鬼子飞机啊，吓不到咱们，跟这狗日的拼了！我们死真不降。陈兴兄弟，你也说说，接受板垣的条件，投降。你小子憋了半天，放出这么个屁来！我看你是日本人派来的汉奸吧？你想当汉奸没人来，马上给我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霍晨星，你才刚投奔过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好了，坐下。死刑犯，你还得让他喊两句呢，你们就不能有点耐心，让陈兴兄弟把话说完吗？陈兴兄弟，你说。好。诸位坚持10多天了，10多天，身边的弟兄们流了多少血，阵亡了多少个战士，你们心里比我清楚。战死沙场是军人的荣誉，这没什么。可是你们想过没有？龙城的几10万老百姓，他们怎么办？他们不吃不喝，忍饥挨饿，把最后一口粮食、最后一床棉被送到军队，他们为了什么？他们希望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你们真的忍心吗？让他们陪着我们一起死？现在的形势，大家比我应该都清楚。东3省沦陷了，各地的武装抵抗力量被他们逐一的剿灭。我带着几百个弟兄，打到现在还剩10几个人。死对我来说是种解脱，这没什么。因为走投无路，我来投奔了马司令。因为龙城是我看到的希望。大家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我认为应该保存实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和日本人长期斗争下去。我说完了。大家都听见了吧？我跟你们说实话，霍晨星兄弟说的话，就是我想的。大家伙儿这种决战的决心我理解，我们是军人，但是百姓呢？我们替他们想想。当年大将军韩信能受胯下之辱，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来一次诈降？现在应聘死了是好汉吗？有一天，咱们机会成熟了，揭竿而起，再反他娘的，那才是真英雄。司令说的有道理啊，陈星兄弟，你胆识过人，在下佩服。各位，我今天必须说的是，今天参加这个会议，研究的这个问题是绝密，出了这个大门，都给我闭嘴！亲爹热娘，什么人都不许说。通知部队，这几天不许外出，不许饮酒，处于1级戒备状态。听我的命令，统一行动，听见了没有？听见了。听见了。女士们、先生们、第5旅的官兵们，今天我和马长风司令站在这里，感受到一种友善的亲情。我们联手将创造中日友好最先凭证。马司令是一位骁勇善战的马上将军，做过骑兵师师长、龙城市长警备司令，他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为龙城百姓的安危着想，与日本关东军携手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共存的伟大事业，是我们第5旅官兵之幸，是龙城百姓之福。我代表关东军司令总部宣布，从现在起，原国军第5旅的番号从此改为奉天省警备局第5旅，由马长风任旅长，继任龙城市市长，警备司令
和指挥权限不变，原部队建制和隶属关系不变，原驻防地区及警备任务不变。马司令。顧問官殿、熊本太郎報告に参りました。少佐林将軍やできました。君たちはすぐに行け。マーチャン風の司令部に配任だ。熊本、君がマーチャン風の通訳を務めろ。ああ、林将校、私は君がずっと軍下の役割を務めていたことを知っている。大きな利益になる。私は君を派遣する。引き続きマーチャン風部隊の後方勤務の軍事物資を仕入れろ。厳しく監視しろ。はい、はい。霍承兴，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了？你说好带我们来抗日的，为什么要做汉奸？就别闹了，回去吧。你要做汉奸，你自己做，为什么要拉上我们？珊珊，我不想听你解释。你保家卫国的信念到哪儿去了？你真的认为日本人可以征服中国吗？我死也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我现在去找马司令，我不相信他。我们他妈的是军人。拿谁的军饷就替谁做事，滚！珊珊，营长这么做，一定有他自己的打算。我跟了营长这么多年，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从来没有向强权服过软。珊珊，你就放心吧。咱们不会当汉奸的。你都没看清楚，刚才营长这么做也是给日本人看的。虽然我跟他时间短，但是我非常信服他。说好了来带我们打日本人，自己先做了汉奸，他还有脸打我？他是不该打你，可你闹没完没了。营长这不也是让你逼得没办法吗？好，既然你们都帮他说话，我倒要看看霍承兴，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对不起，我不应该打你。说，为什么要做汉奸？为了赶走侵略者。我房间里有窃听器。我有个新的任务要交给你。什么任务？进来。司令，你好。你是？我叫顾珊珊，是霍承兴的部下。听说司令需要一个秘书，所以特来毛遂自荐。倒是挺干练，有个兵样。不过老马的脾气不太好，我爱骂人。你要给我当秘书的话，就得挨骂。司令一看就是个爽快人，又讲道理，跟着您干，保证您满意。到时候，就是您想骂我，都找不到由头。这嘴还挺厉害，
给我当秘书有什么本事？我会打枪、骑马，还有我会说话。我也会说话，那不是哑巴都会说话，这也算本事啊！啊！司令，我说的不光是中国话，还有英文、法文。你说这算不算本事呢？会说这么多国家的话呀？啊，那算本事。你是女状元啊！这个女秘书啊，我收了。是。司令，你找我？兄弟，我问你，你是不是我的顾问加翻译啊？是。是。那你为什么整天跟黑瞎子炖树洞一样，躲在办公室里就不出来了？黑瞎子？有事还得我来找你？这不是小二管大王吗？大王？什么意思？这连我的话都听不懂了，怎么当翻译？熊美先生，司令的意思是，你像黑熊冬眠一样躲在办公室不愿意出来，还要司令亲自来找你，这就是以下犯上，司令很不高兴啊。哦，司令，我一定改正。不用改了，你呀水平比他差远了。我看你以后就做顾问吧，翻译让珊珊给我做就行了。顾珊珊小姐，你过去都做过什么？为什么来到军队？我原先是直属总参谋的记者，认识司令以后觉得很投缘，所以就一直在司令身边做一些文书工作。我是个大老粗，就会打仗，字儿也不识几个。我看呐，珊珊给我当秘书挺好，你就甭问了。顾小姐，你知道当秘书的该做些什么吗？秘书是为长官服务的，包括接发文件、接听电话、传达指令、安排行程、管理文档，按照长官的要求安排好日常行程、日常生活，还有随时和顾问先生您保持联系和沟通。好，你是个合格的秘书，我尊重司令的选择，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林少军，进来。司令，我问你，我要的50匹战马怎么还没到？现在军费严重不足，军中需要添置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订购的马匹最多只能进了20匹，但是还要再等个5、6天才能运到。你少跟我扯这个蛋！板垣都说好了，军需物资都要优先供应，怎么到节骨眼上就稀松了？你是日本人派来的军需官，少东西我就问你要，明天不是到吗？一匹也不许给我少！马司令，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吧？你知道我是谁派来的最好，有本事跟日本人闹去。我还真不尿你这套。你个狗仗人势的王八蛋，谁教你这么跟老子说话的？你是不是活够了？老子现在就成全你！司令席，军需官有困难，我会立即帮他想办法。您放心，我会尽快把你的军马全部运到。你先回去吧。站好了！王八犊子，别犊子，记住了！当了日本人的狗还分出个大小出来，做梦去吧！我根本就没把你当棵葱。林桑，表面上还是要尊重的，不要因小失大。你给我注意马长芬身边的那个秘书，至于军马的事，我会立即想办法。哎，洪孝军这个王八犊子、瘪犊子，他以为他什么人啊？啊，在我面前吆五喝六，你看我将来怎么收拾他？司令，您别生气，林孝俊就是日本人身边的一条狗，他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珊珊，你帮我起草一个文件。是。报告。进来。副处长，文件。走。林兄，什么指示？这个小娘们来干什么？送来份文件，马司令的手艺。马长风这个老东西，还跟我摆司令的臭架子，他以为他是谁呀？
想从日本人口袋里偷东西，手伸的也太长了吧？你给我记住了，以后他们再来报物资清单，一律砍掉1/3，以后再往上报。好，我非得治治他这个臭毛病。哼。